当我们心里出现判断跟执念的时候，往往是在那个当下我们没有意识到世界跟人都会变。好，我现在25岁，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他有一个好我觉得超喜欢的，那你能不能保证你40岁一样喜欢他那一个好？以前可能袜子丢那边不行，现在门打开有声音就不行了你好处理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这是一个畅谈情绪、人际沟通、伴侣沟通以及自我成长的频道。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五正式上片哦。那对于相关议题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可以订阅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 我是莫。这一集我们要来谈一谈，就是为什么在亲密关系当中，明明两个人就是很多地方不断的磨合，然后不断的争吵，而且又过得很痛苦，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分不开。要说出分手呢，又觉得好像怪怪的。究竟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去分析，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所以呢，这一集我们总共会聊4个重点。第一个，我们会来聊聊为什么会痛苦却还分不开，这背后可能隐藏了什么判断，而我们该如何去拆解它比较好。第二个呢，是我们可能心中隐藏的那一些恐惧，它会如何去限制我们，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第三个很重要的是，有些人会这样哦，心里总会觉得好像都没有发生什么非常大的事件，比方说出轨，所以这样分开好像又很怪，对不对？然后又停在原地痛苦。第4个我们才来聊聊，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或许果断一点会比较好。好，来吧。为什么其实已经不合了，但还是分不开？我觉得它其实有3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沉没成本的问题。哦，就是比如说我跟你在一起5、6年了，那我过去5、6年的青春是不是就浪费掉了？当我们已经为一段感情付出了很多，然后甚至我最精华的时间就留给他了，那到后来如果没谈到一个结果，好像就我过去的一切都白费了。对，可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它反而也是有一个出口，因为沉没成本，他竟然担心的是过去的时间浪费了，不想要浪费，他要让付出的那一段变得有价值，那代表他希望的是时间使用有价值。所以第一个关键点，我觉得就是在那我们可以去想一下，那未来的时间会不会比过去的5年更有价值？我觉得比较常会遇到的状况是，也跟你论及婚嫁了。我觉得论及婚嫁这件事情，他反而会需要更看重。原因是因为如果光是在一起的5年都可以已经大吵小吵不断了，那他如何可以去盼望说结婚这一个事情就可以让这些事情都不会再发生？因为结婚可能会花的时间是更多的。对，而且还有一点哦，结婚之后可能就会生小孩。那他们光是2个人的相处的生活的大小事、工作的事情、默契、需求有没有满足等等的，这一些都可以吵成这样了。那他如果在结婚之后会不会吵更凶？有可能。因为我们对于男女朋友的标准跟对于老公老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前面已经花5、6年了，还论及婚嫁，那这时候真的需要停下来想的是，对方真的是有办法跟我们走一辈子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点，因为有时候是一直想要前面的事情，然后没办法往后想。而且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们如果都没有结过婚，那自然的我们 也不会知道结婚之后的我们会怎么样。对，那我们现在假设一件事情，就是以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或者看电影、看书、看影片，看到别人分享他的人生故事，我们想一下你现在看到的人是结婚之后越来越甜蜜，越来越甜蜜，越来越爱彼此，热恋程度越来越高，你有看过这样的一对吗？我觉得是有，一定有，但我没看过，好像比例上没有那么高。对，那第2个是结婚之后还会面临的挑战是，大家都需要让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可以更好，甚至小孩出来之后，有一个人他时间会更多花在小孩子身上，那能够为这个家带来金源的人是不是就变另外一个人？那这里就会很考验另外一个人的赚钱能力。那如果另外一个人赚钱能力很好，那我们还得看他赚的是什么钱。他是一天工作2小时，然后就一个月月入100万还是说他是一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
没什么休息才可以赚个8万10万，让这个家好过一点。那如果是后者的话，他会有更多的心力继续维持那个关注度吗？我觉得就会比较累啦，会比较累，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它就会有点挑战每一个人的现实条件跟他的心力可以有多少可以用。所以如果他今天是考虑到说啊，我都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就是希望可以结婚，那我们就要去想，结婚是人生的终点还是中段的起点而已？对不对？那如果是中段的起点，那后面还有很多事哦，大哥，对不对？那我们想到这一个，其实我们反而是要静下心来想，这5年应该它是一个我们在评估对方究竟适不适合陪我们走到最后，我们也同时让对方去评估我是不是适合他走到最后的人。所以我觉得沉没成本的概念竟然是以着时间投入的这个效益来看，那过去的时间拿不回来，那会不会未来的时间其实更重要？对。那第二个是担心分手之后好像是我不够好，它其实是一种自我价值感的否定。如果我够好，他应该会足够爱我；如果我够好，他应该就可以为我而改。如果我够好，他就可以满足我的那一些需求。这很常遇到对不对？就是如果分手就是我不够好，所以反而我不敢分手。他好像会变成是跟失败画上等号。对。可是这个是从自我认同的角度来看，可是如果我们从人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跟这个人相处就是非常的不合，然后非常的不开心，那我们为自己做一个节点，人生的节点，然后接下来我们让自己生活活得轻松开阔一点，那这个会不会是人生选择的其中一种小成功？而且还有第三个是，今天2个人在一起，对方不愿意多做什么，不愿意去满足我们心里的标准，也未必是因为我们好或不好，有可能那就是对方的特性而已。对，他就是习惯这样生活。对，那我们反过来再讲一个对方也有他的标准他的标准就是我就是需要有人可以接纳我这样自由自在那这样怎么沟通？那对方是这样已经很清楚了。那我们有没有要满足他的需求？当我们今天越是执着我们心里的一个需求或意念，那很有可能我们会没办法去看清现实，我们会以着内在的某一个特定切角，比方说我必须要拿到什么才可以证明我是被爱的。像通常有这种情况，往往是他可能把他这辈子的幸福，他是寄托在谁得满足他，才拿得到那个证据。对。可是往往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就真的很吃运气。第三个呢，之所以很痛苦，可是却又没有分手，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还有希望，就是终有一天他会改只要我说的有道理，只要我很用心说，只要我可以让你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是爱我的，那这一切都是有一天你会变的。因为心里还觉得有希望，他觉得人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改，因为爱而改变。对，因为爱而改变，也因为这样他就想要等那一个奇迹。我觉得奇迹是会发生的。那这时候我们要思考，就是我要拿多少的时间赌注来赌这件事，因为我也不可能认识全世界几十亿人，所以我们不可能一竿子打翻说所有人都不可能变，不可能。对。可是我们其实在谈的是，如果我今天要赌那一个希望的时候，那假设我们是希望把它赌对，那这5年你已经用吵架的方式去争取你要的改变。但是我们都知道，吵架只会不断的堆叠，让对方光想到我们会害怕。对，那会不会你在这当中，所有因为不舒服、痛苦而产生的行为，这个行为产生的反应，会让你赌不到你心里想要的那一个改变？会，就是越赌筹码越少。对，那所以它就会变成是我们要意识到行为的代价。那你说会不会变？我觉得就看你要花多少时间赌。对，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还会再谈回来，是我要花多少时间来赌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至少到后来，假设你赌对了，哇，恭喜你，帮我上鞭炮。那如果你没有赌到，你会是心甘情愿。我意识到是我自己赌的，到后来我没有得到我要的，那我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至少我不会怨。对，那是我自己甘愿选的，我认了。可是通常我们只要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跟他的那个负面的纠结就会越来越久。他停留在我们生命
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早该过了，但是因为我怨，所以我的那一个怨，它可能会影响我后面好几年。真的。对，可是当我意识到 OK， 那就赌错了，认了，就这样，那这件事就翻篇了。对，所以这里就要谈到佛教。有讲人生有8苦，有没有？其中一苦叫怨憎会苦，它指的是说，你越恨一个人的时候，你的人生会越容易，你会更容易遇到他。我相信对，然后你越容易遇到他的时候，他就这一个痛苦就会影响你越久，而且又过不去了。对，所以当我们不怨，我就是认，那反而这件事好，既然真的此生无缘，那就无缘。那至少你会有更好的状态，可以去迎接你下一段，一直在你3年后的那一个蜿蜒的路上，你可能去打篮球，球丢过去打到一个人的头，那一个人就是正缘。对，那你也不知道会是刚好打到那一个人的头。你不要听完这个去打篮球，一直去丢人家的头。那第4个情况呢，是真的太爱了，对方有一个部分太吸引我们了，但是其他都是痛苦。那它就会出现一种叫天使与恶魔的比例。对，就是他那30%的天使太完美，所以他就接受70%的恶魔。但是在接受那些恶魔的时候又太痛苦了，所以他就会出现一种吸引力。什么意思？因为它是一种很像奖励机制的概念。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今天只要做了什么就会得到奖励，只要做了什么就会得到奖励，反而到后来那一个人的动力就会消减，就是因为这个奖励没有那么吸引他了，因为可预测了。好，但是天使与恶魔的概念就是你随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又要犯错了，但是你只要做对，他给你那个好太好了，然后甜到爆炸，你就觉得哇，又可以维持。对，然后这个美好就是那个奖励太美好，可是接下来你又不知道什么，又要面对痛苦，所以在那个痛苦跟快乐之间这样一直拉扯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种强烈吸引力。对，那有的人就会喜欢这种白话讲叫轰轰烈烈的爱。对，那你一旦进入那种你在这种轰轰烈烈的爱里面，你逃不开的时候，那我也只能说，你就不要再看接下来的内容了，暂时我救不了你。你就继续享受这一段吧。因为如果真的太爱了，那就不是什么影片可以解决的。那就代表你自己得透过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去经历过，到底这一整段之后会换来的结局是什么，那他才会透过这次的经验跟他累积的感觉，在日后整理好，他才会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说是到太爱了，那我反而比较推荐就是你用你的人生经验去把这段经历完。对，因为人生其实很难得的是，有些时候是有的人一生都遇不到他很爱的人。对，我相信。对，他可能这一生都没有遇过那种我会愿意为了一个人然后奋不顾身。对，所以虽然这段很痛啊，可是我觉得就像刻骨铭心的爱情嘛。第5个就是对方很坏。对，对方是个坏胚子。就是越坏会让人越爱的那种感觉。对，抓不住，遇到高手了。那这种怎么办呢？如果换你遇到高手了，他就随时知道你要什么，他就可以一次给到你超满。然后立刻用这样退开，然后又 PUA 你，然后你就被他在掌握之中。那我觉得他是不是其实也是爱啊？就是他其实也是爱他，所以他愿意接受啊。就是他比较像是一种在别人的局里面。对，对方如果都可以这么理性的一直在调控那一个，那往往代表对方是处在冷静状态。对，因为爱总是会有那种，就是我们会为爱昏了头的感觉。就像那个最近上课不是有聊到一件事，就是婚后讲话都要讲重点，有没有？对，聊天都要讲重点。对，连闲聊的也得讲重点，这样。怎么婚前的时候不用？我觉得有点像是说，当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因为那个快乐太美好，你会想要多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光是可以多接触就很好。对不对？所以我想说，就是我们进入那个状态，其实是会有昏头的情况。对，当一个人他这么多的行为都展现出来，他好像没有那么的投入，甚至呢，他好像都可以随意在调控你。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对方到底真心的比例剩多少。对啊，希望昏头的时候是可以有这个发现。对，因为他昏头了，可是他如果哪一天就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想到被雷打到这样，
那这个时候他想到说，他好像对我真心的比例好像没有那么高。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思考一次，你要不要把你未来的时间继续赌在这一个所剩不多的真心里面？那第二个，我们要来聊聊自我价值感。今天我怕分开之后，我好像就是一个失败者。或者是分开之后我可能遇不到更好的人。对，我怕我会遇不到更好的人。那这里其实很适合来聊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就是每天就是2点一线，我是没办法一直在认识更多的人，那这个时候有这样的担心是正常的。他其实也是知道说现在的人是好，可是我跟他经历的这么多的争吵也都显示着或许他不是跟我最 match 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会担心就是分开就遇不到这么好的人啊。你看嘛，他还是有很多不 match 嘛。对，所以有可能他是30%的好是你要的，或40%、50%的好是你要的，当然有50%是你不要的。那我觉得他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想象的方式，你就去想象他那一个50%，那一个不好，在结婚之后，你们2个慢慢变了，容貌慢慢变了，彼此的状态、外观都慢慢变化了，然后2个人的爱已经变成平静了，每天都在探讨家庭的事情、现实的事情，每个月的开销。好，想象到那一个画面，然后这50%的痛苦不能接受，想到这边现在感觉是什么？还能接受吗？没办法接受。你现在30岁了，再来40岁、45岁、50岁，你已经忍受这50%、20年、30年了。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有点痛苦，而且就会觉得我反而好像没有看到他另外50%的好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不是要让我们刻意去丑化一个人。我之所以先引导这个想法，比较是我们先冷静下来，因为他还是有50%的美好。对，只是我们现在要确认的是，这另外50%你已经透过3-5年的争吵都瞧不下来了，那我们怎么奢望结婚之后一定瞧得下来？对不对？对。那如果结婚之后瞧不下来，很大的几率是我们会不断的堆叠这5年的痛苦，你再堆叠一个5年，再堆叠一个5年，就那个痛苦有点一直被放大。对，所以如果我们进入这种自我价值的怀疑的时候，我反而会比较喜欢是先从比较现实的角度，你去往后推移，然后去感受你心里体验到的事情。可是第二个点，我觉得往往我们在自我认同这一块，因为你像我们课程就会教那个6个层级的拆解，对不对？其中一个我们不是会带破框吗？对，往往我们要把这个框破掉的时候，我们就会再引导用更大的框架来看这件事嘛。这个动作让他们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往下去谈。那以着我们今天爱一个人，我们究竟是希望他开心，还是希望我开心？我自己可能对于爱无私的那一个定义，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会希望对方是快乐的。但是这一个我希望对方是快乐的，它有2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因为我会很清楚知道我自己在怎样的状态下会不快乐，而我不快乐的时候，可能在跟别人相处上面，我的一些说话方式、行为举止，我表情无法演，我不快乐就不快乐。所以我能够确保我自己是快乐的前提之下，就是我一定会有我自己的生活的原则。但是我的原则一定不会是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的生活原则就是比方说事业心或者是家庭观，这个都是我的原则。那我可以给的，然后我愿意调整的，这个我都会做，但是是以着我心里是顺的，我会善待别人。但是如果真实的这样的我，对方会不快乐，那我会宁愿祝福他不要在我身边。对啊，因为我也不可能演一辈子给他看啊。对，这个比较像是我自己知道我的特性，所以当我知道我的特性是这样，那我也会让他知道。这个真的不是说因为我不爱他，所以好像有一天他不快乐，他要离开，我不会痛苦，我会痛苦的。可是我不会觉得他离开他有什么对不起我，因为我觉得核心目的应该是我爱一个人，那至少是我都希望他这辈子都是活在对他而言是快乐的。对，有我很好那就好。那如果没有我对他而言更好，我也会祝福他。所以当我们跳到这个维度来看的时候，是不是反而就变成是我不只是看我的需求？对，因为爱更多是我们对待人嘛，它就会出现关系啊。对，
所以当我们可以从爱的角度去看说，其实我爱一个人应该也是我希望他是过得快乐的。那如果过去3-5年我们光是磨合这一些就已经他也很不快乐，我也很不快乐，那我如果以着自我可以认同的那一个待人的风格，那其实我反而决定分手，让他寻求他的快乐。我觉得这件事反而也是一种爱的表现，那他反而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呈现，这样。对，因为我不是以着一己之私，就是我心里的需求，然后我怕我怎么样，对不对？我怕别人怎么看我，然后我怕我无法认同我自己，一切都是在自己的这一些恐惧绕，然后因为这样，所以我拖着另外一个人陪我痛苦。对。我过去还是比较呈现这种状态，一直只是想说，那自己遇不到更好的人怎么办？自己付出的时间，然后付出的这些感情怎么办？就是比较常会想到这个，但是好像没有用刚刚那个角度，就是说，其实分开也是一种爱。对，分开也是一种爱，而且有些时候是你分开之后，你可能想到，我有听我朋友讲，就是分开之后，他想到他都是祝福。但是这个可能是好几年之后了，对。所以我觉得也不错啊。那我们再谈回刚刚那个自我价值，第一个是我怕我没价值，等于是失败者。我们用这一个看法，但是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看法是这样如果今天我怕分开之后就是失败者，所以心里其实我要的是有自我价值。对。那今天我们就以自我价值这个当锚定点，一个有自我价值感的人，他会容许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吗？不会。不可能。对，他会容许自己去接纳这样的恋爱品质吗？不会，对不对？对。所以其实他的那一个卡点刚好也是他的答案。这个其实就是有点他其实换角度而已，对，换一个面向去想这也是我很喜欢 NLP 的地方，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更多是弹性思考，这也是我们课堂上一直带大家做的事情。对，就是我们把那个宽扩大，然后从这边再看过来。对，其实都可以看，但是这个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其实你都会发现更开阔一些。对，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恐惧，就我再也遇不到更好的人了。我觉得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不会再遇到相同的一个人，所以你下一次遇到的那一个，他带给你的好跟不好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可是最有趣的事情是，真正去感受这件事情的人也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我也已经25岁的我，心里出现一个念头，我再也遇不到更好的人了，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我跟你分开之后，我就再也不会跟别人交往了。可能那个当下很痛了，对，我们想要代表我这份爱对我刻骨铭心这样。可是事实证明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面真的离开他呢，我们也很常听到有人遇到的人，确实他没有再给他以前那一个对象带给他的好，可是他反而更喜欢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到他30岁、35岁、40岁，他需要的早就不一样了。对，就是其实我也已经改变了。对，那如果从这一个逻辑再推回来的话，好，我现在25岁，我现在30岁。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他有一个好，我觉得超喜欢的，那你能不能保证你40岁一样喜欢他那一个好？不一定啊，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夫妻长期的关系里面，难免真的有一些人都会遇到说，不知道他现在不吸引我，对，可是呢，他不吸引我了，很有可能是对方一直都维持他们交往的那个样子，对，他的那个好都还在，可是这一个人现在会说出一句，他不吸引我了，就是可能他现在的需求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其实这里他只要带入另外一个重点是，当我们心里出现判断跟执念的时候，往往是在那个当下我们没有意识到世界跟人都会变。那我觉得如果从这个维度去想啊，我觉得恐惧好像就有点弱化了，就有点弱化， 对，就没有那么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再过几年我可能就不一样了，而且我说不定更不能接受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对，有可能。对啊，以前可能袜子丢那边不行，现在门打开有声音就不行了。你好好处理。第三个就是我们假设的情况是说，因为确实也都吵，但是都一直小吵，有没有？那个小吵都一盘100，没有那种一桌破万的那一种。好像你说要提分手也很怪，开心没有开心到哪里去啊，痛苦到也不少。可是这样综合起来好像也还可以过，所以心里就浮现一个念头。我必须要等到他再惹怒我一次，我才能够提分手，然后我就继续焦灼在这样的状态里面。这样，我之前其实都是会有这种心情啊，好像那个争吵也不足以我马上跟你说，那我们就分手，
因为可能我已经累积很多啊。我今天你袜子丢到那边，我跟你说要分手，也好像蛮奇怪的。哦，我觉得袜子可能一直被我们提，就很可怜。我觉得可能谈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还是切回刚刚的那一个重点啊。如果我们切回爱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可以同时探讨两件事：我希望的被爱是什么样子，怎样才是我想要的被爱？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怎样才是我认为一个真正对得起我爱一个人的一个状态。对，那这两个想清楚之后，他应该就会出现一种思考是，即便没有发生大事，有开心吗？双方有一起成长吗？那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是越来越感情越来越好，越来越近，还是呢每次都一个礼拜吵个3-5天，一个礼拜吵个3-5天，不吵架那一天就会觉得看今天没吵架我靠，放鞭炮啊，明天立刻吵。那这样的状态其实久了对两个人来讲都是一种生命的损耗。对，这蛮消耗的。对，这个蛮消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心里已经出现无数次就是我真的还要再继续吗？那原则上应该有60-70% 以上的几率这一个人都不太会是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一个。而且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想法，心里其实也有一些答案了。对，其实心里有答案，只是在等而已。对，在等爆发。所以只是如果你需要去等那个爆发，那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反而去想一想，要不要让两个人后面的可能30-50年都可以去体验更多新的可能性，会比较好。那最后我们来聊，那到底什么情况下出现呢？真的就果断一点、快一点呢？我觉得有3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因为有一种说法叫骑驴找马。我为什么会说反而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可以思考的？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状态，是我没有打算投入更多了。对啊，然后就算投入，我也没有打算要再跟你。对，那我自己也进入一种，我也不想要再调整了。对，我现在只是不爽，我就跟你吵。对我就看你要不要改。而且好像也是在等待，就是假如我真的遇到别人，我就要撤了这样。可是我为什么会说那也不要这样留？因为我的心态还是那一个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不管我们是男生还是女生。那这就是那个对方要道德感很高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蛮常遇到。我觉得难免会有，只是可能我心里的概念会更像是说，我们在处理缘分的时候，你以着善的角度这样一个一个去处理，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当你对于每一个缘分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会不会让你人生在转动的这一个效能更高，然后不断去体验更多的在未来路上等着你那些好的可能性，对不对？包含对他也是。第二个情况也是要特别留意，就是说两个人都已经进入极度内耗、焦虑、痛苦，生活没有动力，可是呢又分不开，但是每一天都为了这些事在焦灼，进入极端的焦虑、忧郁，都要去看医生呢，然后两个人都很痛苦，而且都找不到一个点可以协调，那往往就代表着双方已经协调到紧绷了，没办法协调了。就是已经前面其实也做多了，对，其实前面都努力过了双方都累了过程累积的冲突也太多了，对，然后想到对方都已经有排斥感、防卫心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再思考看看。那第3个就是分手念头已经浮现无数次因为其实如果一个人真的他原本的状态就已经跟你是很合的，你不太有机会可以一直这样找他吵，而且也不会想到，除非我们的要求是失衡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后来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一种，我好像随时可以把你改成任何我要的样子，那这样有可能对方原本是跟你合的，到后来会变得怎样？受不了不合。对，那所以我们撇除掉这个情况是，其实原本的他跟原本的你两个人就已经有非常多的不合适，而这个时候我们心里也因为那些痛苦浮现无数次的到底要不要分手，要不要分手。如果是这样，我们往长远一点来看，既然他不是能够跟你未来结婚，然后面对更多挑战，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都会是处在即便要磨合都还是小磨合，都是好处理，双方都还是开心的，那或许我们早一点在现在把它看清楚也是好事。好，那最后其实我想聊的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我们这一集整个聊下来之后，我们原本是在探讨说这么痛苦到底要不要分开，为什么还分不开，
那当中也谈到了自我认同啊，就我怕没价值，我怕遇不到更好的人，甚至呢可能我对他还有希望。可是真正最简单的那一个解法，其实那一个视野就是人的一生看得远一点点。对，那我们开始可以意识到说，第一个，人容易改变吗？不容易，不容易。人会改变，而通常会是随着年纪、随着经历、随着自己的身体状况、随着际遇而改变。那我们也有可能为了另外一个人不断的去磨合，我们会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可是呢，再怎么退都有极限。因此，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以着今天都是想办法遇到好的缘分，我们会珍惜，然后好好去对待，能沟通好好沟通，能协调就协调。但是我们会保有一个滤镜，仍然在那边看，就是我跟对方是不是彼此最合适的存在。对，那以着爱都是希望对方开心，这个合适又是去冷静的去判断说，到底我们现在的时间要不要继续再磨合，或者这个是有更高几率的，你往这个方向走，其实呢，你会慢慢发现哦，视角改变的同时，你看待这件事情的心境，你的情绪也会改变。那希望自己可以带给你们多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现在人生遇到的事哦。好，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莫，我们下集再见，拜拜。